众人的心跳加速，脚步却异常坚定。只有最勇敢、最机智的有缘人，才有可能揭开这里的神秘面纱，获得来自通天墓主人的遗落宝藏。而在夭夭这边，此时一道奇异光球如幽魂般漂浮，引领着夭夭与众人穿行于一条阴冷寂静的通道中。这里的寒气透骨，即便是拥有神力抵御，但是还是让他们感到一丝丝的刺痛，仿佛有无形的冰刃在空气中舞动，切割着每个人的脸庞。好冷啊，即便有神力抵抗，还是非常的刺骨啊。雨涵不禁打了个寒战，紧了紧身上的长袍。这里的确有些特别，居然弥漫着如此逼人的极寒之气。五瑶紧闭着唇，目光警惕，对这寒冷中的特殊气息充满好奇。他能感受到空气中弥漫的冰冷并不是自然的气候，更像是某一种古老力量的残留。因为在这通道的四周墙壁上布满了冰蓝色的古老符文，似乎在讲述着这里不为人知的秘密。这里的一切都让人不寒而栗，但也说不定这光球能带着我们揭开这里的秘密。夭夭轻声说道，声音在空旷的通道中回荡，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兴奋。光球在前方飘忽不定，似乎在寻找着进入更深层的入口。通道两旁有一些石雕鬼怪张牙舞爪，他们的表情在光球的映照下显得格外诡异。每当光球经过这些雕像时，他们似乎会轻微的摇摆，好像要挣脱束缚活过来一般。大家的步伐虽缓，但每个人都紧紧跟随着光球，生怕在这一片昏暗与寒冷中迷失。五瑶苏有微紧握着手中的长剑，剑尖轻轻触电，发出清脆的响声，打破了四周死一般的寂静。众人脚下的石板在寒气中泛着冰凉，而光球似乎正将他们引向一个更加深邃的神秘领域。在另一边的双龙尊主与其他应龙神灵在幽暗的洞穴中驻足，四周寂静的只能听见水滴的声响。洞穴内部似乎是一片死寂，没有一丝生命的迹象。尊主大人，我们是不是走错路了？前面好像没有路了。这时一位应龙神灵出声道，然而大龙尊主示意让其不要出声。大龙尊主闭上双眼，他能感受到这宁静背后隐藏着的秘密。滴答滴答后，水落之声清晰地传入他的耳朵中，每一滴都似乎带着某种神秘的力量，而且在水滴落的那一刻，还有着一丝微弱的龙吟声响起。它们并非普通之水，而是蕴含着某种古老能量的神之水。我们并未走错路，这里就是我们需要找的地方。大龙尊主的声音低沉而有力，他的语气中透露出不容置疑的信心。应龙神灵们虽然心存疑虑，但对大龙尊主的敬畏让他们选择相信。他们紧跟大龙尊主其后，每一个动作都充满了小心翼翼，生怕惊扰了洞穴的宁静。小龙尊，你听到了吗？大龙尊看向一旁的小龙尊道，虽然很微弱，但是也可以靠着造化神魂的力量听到其中的水落龙吟声。就在小龙尊主刚刚说完，轰！突然一声轻微的破裂声在洞穴深处响起，仿佛是石头滚落的声音。双龙尊主眉头微微一皱，随即恢复正常。洞穴内的空气似乎开始变得凝重，一种神秘的力量在慢慢汇聚。就在应龙神灵们疑惑不解之时，洞穴深处的水滴突然停止了下落，整个洞穴陷入一片绝对的寂静之中，甚至连双龙尊主的呼吸声都消失不见。紧接着，一道微弱的光芒从洞穴深处亮起，它渐渐变得耀眼，直至整个洞穴都被照亮。光芒中，一个巨大的水幕缓缓升起，其上刻满了古老而神秘的符文。而那神秘的符文在应龙神灵们看来非常的熟悉，然而很快就有一位应龙神灵喊道，那是我们应龙的符文。双龙尊主和应龙神灵们注视着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他们的脸上露出了难以置信的表情。这怎么可能？通天墓中怎么有我们应龙神族的符文？很显然，这应龙符文的出现让他们感到十分的疑惑好奇。水幕中的应龙符文开始发出柔和的波动，仿佛在呼应着双龙尊主和应龙神灵们体内的应龙神脉。我们的神脉好像与这里的应龙符文产生了共鸣，这究竟是什么情况？除了双龙尊主之外，其余的应龙神灵百思不得其解。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在这通天墓之中居然会存在属于他们应龙神族的符文。大家不要惊讶，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在这通天墓之中应该存在着我们应龙神族的古龙神遗迹。古龙神遗迹？众应龙神灵感到十分的震惊。他们应龙神族自从经历过天古浩劫之后，很多宝藏资源都被毁灭，就连他们应龙神族最为古老神秘的禁地古龙神遗迹也就此消失不见。在这千万载的时间里，双龙尊主也派出了很多应龙神灵前往神界与各个世界打听古龙神遗迹的下落，然而都是一无所获。难道我们一直寻找的古龙神遗迹就在这通天墓之中？从刚刚的水落龙吟声再到水幕中的应龙符文，至少可以说明这洞穴是一条通往古龙神遗迹的道路。我们花费了那么多时间和资源，最终这古龙神遗迹就在终于找到了。
双龙尊主的声音充满了激动和期待，应龙神灵们相互对视，眼中闪烁着兴奋的光芒。当年这古龙神遗迹乃是应龙神族的禁地，除了神族长大人之外，任何应龙神灵都不能踏入其中半步，包括双龙尊主也是一样。我记得神族长大人说过，古龙神遗迹中承载着我们应龙神族的一个古老的大秘密，也是神族长一直誓死都要坚守的禁地。小龙尊主呢喃道：没错，当年的天古浩劫打响后，神族长大人嘱咐我们，不管他遇到了什么危险，都要让我们守护住这古龙神遗迹。如今我们终于找到了此遗迹，那么我们几位应龙神灵就进去看看，那古龙神遗迹中究竟隐藏了什么古老之谜。大龙尊主知道，这将是他们揭开应龙神族的一个古史上的大秘密。在确定了在这个洞穴是通往古龙神遗迹的通道后，双龙尊主不再犹豫，立马带领着众应龙神灵如流星般穿梭于蜿蜒曲折的通道中。他们的身影在周围的石壁上投下长长的影子，似是在追逐着前方那未知之谜。在双龙尊主踏上古龙神遗迹的同时，通天幕中盘龙与2位神殿殿主也踏上了各自的机缘之路。盘龙的身影如同在一处沼泽上飞跃而去，似乎在寻找着关于混元魄的下落。至于2位神殿殿主，他们现在的心中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尽快的找到解决他们身上神脉沉寂的问题。谁也不知道大家将会在通天幕中进行一场什么样的经历。与此同时，在无灵地带这片死寂之地上，突然出现了一群不速之客。他们身披银白色衣袍，服饰整洁且富有神秘色彩，手中各持一根法杖。从他们身上散发出的气息，使得这片大地的大道之法都发生了一丝波动。在这群不速之客的到来，打破了无灵地带的死寂，带来了异样的活力。在这些银白衣袍的身影正前方，站立着一位气定神闲的白衣男子。他面容瘦削，气质超凡，仿佛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但他的身上却是有着一种难以言喻的九天之气，似乎就连空间都在为他让路。他的目光淡然地看着前方，嘴角勾起一抹似笑非笑的弧度，似乎对他尽收眼底的通天幕充满了兴趣。还差2个古史碑就可以集齐了，不过这里居然还隐藏着通天幕，还真是有趣。白衣男子的声音不大，却清晰地在无灵地带回荡，透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兴奋。随着白衣男子的话语落下，银白衣袍中的一位领头者缓缓上前，他环视四周，目光中透露出一丝对通天幕的警惕。大人，这通天幕乃是那位造化之王之地，不知道其中会不会留有什么强大的大阵。然而那位白衣男子却是非常自信地说道：呵，造化之王如果没有在天古浩劫中陨落，或许现在的他的确让无忌惮一丝，但是自从造化之王陨落之后，即便他在自己的地盘留下了所谓的大阵，他也是无法达到巅峰时期的力量，所以并没有好担心的。而且吴的实力已经恢复，就算是造化之王真的出现在吴的面前，也不见得他能够战胜于我，所以必须集齐最后2个古史碑，这样吴就能开启神藏深处的那个古史密码。话语间，一股不容置疑的力量从他的身上爆发出来，那是一股不属于这个大洲的神之力量，而是更加高级的某种力量，使得整个无灵地带似乎都因他的这股力量而颤动。对了，大人，不久前这通天幕似乎被破了封印神法大阵，进去了一帮人。那位领头者突然想到了什么，立马汇报道：哦，都是哪些神奇大能？白衣男子微微地眯起了眼睛，似乎对所谓的这些神奇大能并没有忌惮，更多的而是兴趣。有天古7大神族之一的不朽神族和应龙神族神元宫，还有神罗殿、天罗殿，以及那位叫萧炎的小子。听到萧炎2字时，这位白衣男子一只手托在自己的下巴处，呢喃了一声：萧炎他也来了，如果这一次你再阻止吴夺取古史碑，那就将你也解决了吧。走吧，吴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看到这些神奇大能死在我手中的画面了。白衣男子虽然身上散发着一股九天之气，可他的内心却是充满着无尽的杀戮。是，大人。那数道身影对着白衣男子恭敬地回应了一声。白衣男子的身影如同利剑一般，划破了无灵地带的沉寂，他们脚下的土地随着快速的移动而微微颤动。那数道银白色衣袍的身影便是紧随其后，他们的步伐轻盈却迅疾，仿佛与这片充满死寂气息的土地格格不入。